外门考核，你就能。这是能帮儿子筑基的灵宝，咱们家要出仙师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吃灵丹吧，这样能舒服点儿。李管事，今天这针怎么格外疼？我在针上附的灵气多了一些，可以帮你更快疏通经脉。子渊啊，咱们修仙界还有魔气这种东西呢。李管事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有谁沾染魔气了吗？哈哈哈，没有没有，老李我就是好奇。哈哈哈哈。子渊，你说这魔气从哪儿来的？看你刚才的神情，这玩意儿很危险。何止危险，魔气乃是堕神遗留的气息，与我等灵气截然相反。修士若沾染，轻则灵脉尽断，重则爆体而亡。即便是魔修，若控制不住过量魔气，也会心脉尽毁而亡。昨天醉仙楼来了个假佛修，老李我还抓到一只沾染邪气的妖兽。沾染了邪气的妖兽？李师傅说的，难不成就是苏师姐带回来的那只深海梦魇？对，当时正是被苏仙师带走了。你小子消息挺灵通啊！听内门师兄说，苍水深处出现新异变，导致灵兽大规模魔化，有些竟能提前化形。等等，灵兽修炼也分等级，这玩意儿还有这么多讲究？与人族相似，但多一个开智阶段，需先开智，才能引气入体。哦，开了智就能说话，那不是跟人一样了？哪有那么容易？至少要筑基期才能口吐人言，元婴期方能化形。但沾染魔气的灵兽会提前获能，代价是神智癫狂。冰花那丫头，难道也被沾染了？平时挺正常，一碰到这玩意儿就发疯。那若是修士被沾染，可有解救之法？若只是肢体沾染，尚可断肢求生；但若是心脉被侵，只能等死了。死后身躯还要送至后山焚魔谷，以防气息扩散，真正是死无全尸啊！焚魔谷在后山何处？后山西北角的山坳里，有阵法封锁。李管事一定要跟孩子们说，千万不要靠近那里，气息会溢散出来，沾染了就不好了，切不要好奇。行，回头我好好嘱咐他们两个。说起来，苏小兰姑娘跟你挺熟啊，我看她跟铁柱也认识。能不熟吗？她本就是铁柱的未婚妻啊。啥？她就是那个退婚的未婚妻？这事儿说来话长。苏师姐是内门天骄，铁柱却你也知道，苏家自然不愿女儿嫁给一个傻子，便强行退了婚。但苏师姐重情义，这些年一直暗中照拂铁柱。好家伙，当着正主的面八卦，这可真是。不过，苏师姐最近在查一桩怪事，据说宗门内有人私藏魔染之物，导致多名弟子出现异状。子渊啊，你说这魔气除了坏处，就真没半点用处？魔气能激发潜能，但代价是寿元锐减，神智癫狂。千万不要做傻事啊！宗门对于滥用行为可是绝不会姑息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哪能啊！我就是个种地的，惜命着呢。看啥看？专心观车。
李管事来得真早，赵管事打过招呼了，粪便随你服用。那可太好了，张管事是个爽快人，以后多打交道。有了李管事主动请用，以后园子的粪便再也不用发愁去处。哼，张管事放心，这些宝贝在我手里，绝对能发挥最大价值。张管事，咱们零售园要是有生病的灵兽，都是怎么处理的？放开！身为管事，成何体统？低阶的就任其自生自灭了。喏，那边就是要拉去厨房的。这不是流物积食吗？一针消食散就能好。可惜咱这儿没有这种药物。你还会给灵兽治病？人我都能治，何况动物？70%基础病我都没问题。你真能治？万老三，过来！张管事，还有我呢，我现在是李管事，和张管事平级。李管事，万老三，你跟张管事说说，上次我是不是治好了你的踏云驴？是有这回事儿。看吧，我老李从不吹牛。张管事，有事随时联系。我老李最喜欢助人为乐了，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。这个老李还真是个怪人。今天我要教大家卧肥之法，学会了，普通田地也能种出灵植。这怎么可能？没有灵气怎么种灵植？都去拿家伙泄愤。马六，过来搭把手。老李，这也太臭了！臭，这可是软黄金，宝贝着呢。看好了，粪和钻水要按3:1的比例混合，再加入切碎的报废灵植残渣。真的产生灵气了。就是这个味儿，美得很。看，那人身上挂的是清霄宗的管事令牌吗？怎么只是个炼气器？嘘，小声点儿。人家虽然修为不高，但能当上管事，肯定有过人之处。说不定是家中后代天赋高，连带着老头也一飞冲天。2个孙子第1天训练，我实在放心不下。李管事，既然来了，为何不进去？铁师傅，我怕进去会影响孩子们训练。走侧门，上2楼，从那里可以看到1楼训练场，孩子们不会发现你。再加把劲儿！修真之路没有捷径，唯有苦练。腰要沉，肩要松，力从地起。这2个孩子很不错，1天训练下来，没喊过一阵累。就算是费灵根，老李拼了老命，也要将孩子托举到最高处。李神医来了！我什么时候成神医了？神医救救我吧！我这病痛折磨多年了，求您先看看我家孩子。好，大家别急，咱们先进去一个来。李仙医，晚辈叶青羽，久闻仙医医术通神，愿执弟子礼。
你是什么灵根？水灵根。学可以，但我也是半路出家，很多东西还得靠你自己琢磨。你写13张纸条，编号1到13，我先大致诊断。我们是最先来的，凭什么要等？瞧瞧这些穷鬼，也配跟我们争？有意见，那就走。娘，就听仙医的。没用的东西，老娘说话也有你插嘴的份儿。什么仙医，不过会看点小病，识相的就先给我们看，否则休怪我不给万宝阁面子。好，我就看看你儿媳妇什么病。你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，若是生不了孩子，问题也不在你身上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敢污蔑我儿子？是不是你勾结这老头子，合起伙来污蔑我儿？骚狐狸，看我回家不让芳儿打死你！泼妇，这般对待儿媳，简直不是东西。人家也是爹生娘养的。你给我回来！造孽啊！这周夫人强娶了这位有灵根的姑娘，就指望能生个有灵根的孙子。哼，都是些脑子被驴踢了的。原来人体经脉如此精妙。前辈，您没事吧？老天爷，给老李加油吧！还有这么多人在受苦，老李看着难受啊！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。大人好。杨渊，李仙医辛苦了，这是补气丹，可助您恢复灵力。这可是好东西，老李我就当学费了。这里还有一瓶，师傅尽管服用。嘿嘿嘿。少奇，爷爷真好。放开！爷已经废了，3个月后就是宗门考核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。夫君，你要作死娘拦不住，可你弟弟才15岁，你不能不顾念他。他的死活与我何干？对，我就是个自私的畜生。只要能进内门，就算是堕入邪道，我也认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娘，你这话问的真有意思。在这修仙界，谁不想登峰造极？论天赋，我没有极品灵根；论家世，您和爹都只是宗门的小管事，又能给我多少修炼资源？若是我不为自己谋划，难不成将来也要像你们一样，一辈子就这样寂寂无名？大道无情，可修仙先修人。你爹沾染魔气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自囚于家中，即便是每日忍受魔气的噬心之痛，也不敢去宗门医治，生怕连累你们兄弟。明日辰时，宗门行堂，恩断义别。
老头儿，你能不能别晃了？再晃我就要吐了。小样的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老子当年在越南打游击的时候，人送外号丛林蟒，主打的就是一个灵活隐蔽。越南是哪里？打游击又是什么？这有什么用呢？当然有用，这叫谨慎。修仙界的人比越南的狙击手还灵敏，万一被发现，咱俩都得完蛋。爷爷，快进去，我要吃。不行，私闯民宅是犯法的。什么法？我就是法。臭丫头，万一里边的人比咱俩厉害呢？不会的，我能感觉到里面就一个人，而且快死了，我能打得过。你怎么知道里边有几个人？就是知道啊，爷爷感应不到吗？行吧，但一切行动听指挥，不准乱吃。李冰花，你李冰花，你他娘的放开他！别捣乱，我这是在救他。救个屁！你这是要吞了他！你不懂，煞气侵蚀他的经脉，再不吸出来，他就真没命了。糟了，有人来了！大馋丫头，大馋丫头，别吸了！奶奶的，也只能这样了，对不住了，刘管事。有意思，这株灵芝竟能吸收某种能量而不被反噬，难不成是变异种？李卫国，你的未来肯定有趣极了。爷爷，爷爷，您受伤没有？嘿，爷爷能有啥事儿？花花要进阶，这是他的保护壳。傻小子，爷爷在战场挨炮弹都没死，现在更舍不得死。爷爷还要陪着你长大，帮你一步一步变强大呢。都去睡觉，再过1个时辰，武馆就开门了。给好东西。馋狗吃了长壮实点，以后给爷爷当坐骑。哎呦我操！奶奶的，笑个屁！好狗，爷爷没事。糟糕，这是要刑！小老弟，对不住了。啊，真神奇！吃了爷爷的丹药后，如今充满了力气。走吧，孩子们，爷爷送你们上学去。刘管事，你今日脸色怎的如此难看？若是不舒服，今日就别参会了。没事的，就是我家文良受伤在家，要买丹药，夫运又要竞选内门弟子，又要买法器，这灵石不趁手。文良的伤，同行的管事都说没见着他受伤。今日晨会结束，我随你去看看文良。不要！我是说，文良他现在不愿见人，连我都不见。经宗门决议，任命李卫国为灵芝堂副管事之一，负责普通灵田改造。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。老李就算成了李管事，也还是老李。老李的使命就是为大家服务，老李的成功就是大家的成功。刘管事留步，
我跟您去仓库取点种子。哎呀呀，刚才元神出窍了。哎呀，刘管事儿，您这夫妻宫都塌方了，丈夫危在旦夕呀！放屁！你怎么知道？怪了，您这姻缘线怎么往山沟里飘？子丑寅卯，您丈夫该不会是梦游掉沟里了吧？不信，咱现在就去瞧瞧。不必，我自己去就行。他可能只是散散步。必须去，刚好我还没见过您丈夫呢，怎么说也是同事，以后在大街上见到了，互相不认识，像什么话？我有预感，就在前方，有人。文良，您丈夫这是病好了出来遛弯儿，睡着了吧？现在信我会算命了吧？李管事，你……刘管事别客气，都是自己人。这炼气3层的杂事，怎么可能去除魔气？刘管事，你男人这衣服都破了，快去拿套新衣服换上。老李为何如此上心？对不住了。李管事不觉得我丈夫一个人出现在山坳里很奇怪吗？一个人有啥奇怪的？半个人才奇怪呢。你不是他媳妇儿吗？你来换啊！刘管事，听说修仙之人最会因果，今日我这一卦算是对你们夫妻有恩吧。李管事有话直说。就是赵管事交给我的那株冰属性灵植，我当初夸下海口，如今养得半死不活的，就怕被追责。买株相似的补上，这样他就能从花名册上去掉这株灵植的名字，老李也就能脱困了。妙啊！就是不知这冰属性灵植得多少钱？约莫3000灵石。成，我这就去办。好家伙，2个零度，等到3个零度就可以播种了。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。老李，我突破了，炼气7层，整整2层啊！啥？2层？你这老小子嗑弹药了？不是嗑药，是你那句话，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，比灵丹都厉害。昨儿夜里我打坐时突然就想通了，这不直接连破2关。唉，都是老头，怎么老李头那么能耐？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；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；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。你瞅瞅，这水量够浇半亩地的，哈哈哈哈哈！好家伙，老梁你行啊！老李，老梁我决定了，以后就跟着你混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跟我混，城外可没灵气。你之前不是说来清霄宗当杂役，就是为了宗门脚下的灵气吗？去他的灵气，跟着你去城外种地，绝对比在杂役处修炼强。昨儿夜里我想明白了，修炼修的是心，不是那劳什子灵气。以后我就跟定你了，咱俩一起我为人人。成，正好开荒缺人手，你这水灵根正好能派上用场。现在就去找赵管事要人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正想找赵管事要几个人呢。李管事，你是要向赵管事要和你一起去城外种田的人吗？咋的？你小子也要跟我去开荒？俺媳妇儿说了，李管事要人必须跟着去。俺媳妇儿说，等娃大些也要来给您干活来。哈哈，好你个赵大牛，啥都是你媳妇儿说，真是个妻管严。俺媳妇儿说的都对，您是我们的恩人，要知恩图报。好，都来。你们弄啥嘞？好事儿，快来！不信，肯定又骗俺玩屎。爱来不来，有好事也不带你了。啥好事儿？马六，去城外种地不去？不去不去，我才不去城外种地，去了就不能随时见着媳妇儿了，没出息。不过我可以经常去送物资，这样既能偷懒儿，又能……好你个马六子，
真是奸到家了！我马六就是生来享福的命。老李，你笑啥？没啥没啥，就是想到了我老家的一种鱼。鱼？啥鱼？咸鱼。哎呦我的娘！这莫不是神仙手段？让李师傅见笑。好小子，真好！现在连拐棍都不用了，就是这里还有点淤塞，再扎半月准能好。李师傅，咱们今天就在这里施针吧。这里是我从前打坐的地方。刚才试着运转水云诀，一开始像拖着千斤巨石，后来竟比受伤前还要顺畅。咱们紫园这是因祸得福啊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李师傅再造之恩，紫园没齿难忘。哎呦喂，这是弄啥？真要谢我，以后多帮帮像你这般遭罪的人。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理儿。李师傅，近日莫要越界出行。咋？闹鬼啊？比鬼可怕。宗门内部通报，苏师姐带人已查出20余名弟子沾染魔气，源头找到了吗？修仙界难道没有能检测魔气的仪器？就是那种遇到魔气就会滴滴响的。魔气藏于丹田，不运转灵气，魔气是不能被察觉的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染上魔气站在那里啥也看不出来，只能抽血化验是吧？跟茶乙肝一个道理。这是家师炼制的驱魔符，您和孩子们都佩戴上，能抵御魔气。管事，李管事，大妹子，家里没人，老李我在这儿呢。李管事，长生奶奶快不行了，求您救救她！人在哪儿？快带我去！醉仙楼邪修，定是那章鱼精将好大娘的寿元吸干了，混账东西！大娘，您说，您有什么愿望？只要老李我能办到的，都答应。大娘，您是想让我治好孩子的腿吗？这孩子一个亲人都没有了，求您给孩子一口饭。孩子，以后跟着爷爷好不好？我只要奶奶。长生听话，长生，快叫爷爷啊！别让奶奶走得不放心。爹在灵矿下没回来，娘被灵兽袭击也没了，现在奶奶也要走了，没有人让长生听话。或许我就是个扫把星。大娘，你放心吧，孩子我养了，有老李一口吃的，就有他一口吃的。他的腿，老李也会治好，老李给你保证，你放心的走吧。长生，奶奶的长生，一定要长生。苦命的大娘，希望你来世幸福美满。这就是奶奶变成的那一颗星星吗？长生，奶奶，奶奶，带我一起走吧。傻孩子，你看身后。
奶奶，这里就是死后的世界吗？好美啊！长生啊，奶奶的长生，一定要长生啊！奶奶，长生，长生，醒醒！做噩梦了，喝点水。老李，东西我带来了。郝大娘的后事都安排好了，放心吧，马六做事你放心。我特意从城里请了和尚念往生咒，这是那和尚给的平安符，要不过2天再带长生去上坟。你媳妇儿给的铁料真不错，长生啊，爷爷给你做个轮椅，以后爷爷去哪儿都带着你。李大哥，又在弄什么好东西？我要造一辆3轮车。3轮车？这是啥？在我的家乡，这可是好东西，能载人载货，跑起来特别稳当，大街小巷哪儿都能去，备受全世界人民的喜爱。这么神奇？当然了，不过就是没有电，弄出来也得自己蹬。电是什么东西？就是一种能量，能让这车自己跑起来。这不就是小型载人法器吗？刻上符阵，放入灵石就能动。太有意思了，就是速度慢了点儿。咱们不会精细控制灵气输送，只能靠增加灵石数量来提速。先这样吧，以后再研究怎么变速。来试试爷爷给你做的轮椅。去！该去接孩子了。我也去。我还不知道你，就是想显摆这3轮车。让我去吧，让我去吧，老李一个人多孤单。我不孤单，有长生陪我呢。瞧见没？那边穿黑褂子的老头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老李，这东西是你自己弄的，你还会练起呢。那是，老李我可是全才，啥都行。李师傅，这些病人的情况我都已经提前询问过了，已全部记录在册。这是我的小孙子，叫长生，怎么样？是不是长得很俊？长生，这个名字真好。初次见面，送给你一个小礼物。谢谢。小子，你爷爷让我给你买的好吃的，快吃吧。看你瘦的，以后可别跟叔叔一样，跟媳妇儿打架都打不赢。爷爷，这是什么？3轮车，以后咱爷孙也是有车的人了。破天，铁柱，这是长生，以后就是你们的弟弟了。我是破天哥哥，以后谁欺负你，哥帮你揍他。长生弟弟，
大爷的！爷爷，您真是太厉害了！有了三轮车，咱们以后再也不用走路了。孩子们，坐稳喽，爷爷要加速了。李管事，这是啥东西？新鲜玩意儿，灵动三轮车，铁师傅要不要试试？妙啊！哈哈哈哈哈，太妙了！李管事，这宝贝耗费几何？5个零食一次，具体能跑多久还没测过。想再快一些，就多放一些零食。阿大儿，来几个人？师傅，这东西好啊，比非洲还稳当。咱们体修灵气少，平时走路都舍不得耗费灵气。师傅，买一个吧。李管事，这好东西您在哪里买的？我也要1辆，不，10辆。我们体修最缺代步工具。铁师傅，您说这玩意要是能量产，有多少会买？量产？这是您造的，那岂不是发财了？低阶修士谁买得起飞行灵器？就算是租种，使用一次消耗的灵石都要数百颗，且飞行器空间狭小，哪里像您这个一样还能带人？2个孩子交给我，您赶紧回去造车。体修一脉最是稀木，别的修士御剑飞行，他们只能靠双腿奔跑，别人用灵力亲身赶路，他们需要把每一分灵气都用在淬炼肉石上。要是当年有3轮车，师傅，我认为为了报答李师傅给我们造代步灵器，我们应该给2个师弟加炼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给铁柱和破天加炼，给李师傅练出2个真正的铁孙子。哎呦喂，这是哪阵旋风，把李管事吹到我们这烟火之地来了，真是蓬荜生辉啊！王师傅可别取笑我，老李就是个种地的泥腿子，能当上管事，全凭赵管事抬爱。说吧，李管事有何指示啊？给新孙子淘几个鸡蛋补身子。又认孙子？您这是要开慈善堂啊？是咱们杂役处的孩子？是嘞，林职员郝大娘家那娃儿，就是那个腿脚不太方便的孩子。郝大娘腿脚不好？哦，难不成是那个叫郝长生的小孩啊？老李，那孩子邪性的很，你可要慎重啊！你难道没看见那孩子眼珠子黑得瘆人吗？而且我听说那孩子从出生就不会哭，不祥得很呐。这有啥不祥的？那孩子就是眼睛大点，瞳孔黑点，浓眉大眼的，多好看！这哭不出来也没啥不正常的，可能就是泪腺出问题了。至于这客死家人，更是无稽之谈。人各有命，跟个娃娃有什么关系？老李，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拿鸡蛋。哎，好嘞。来，老李，这是10个鸡蛋，你拿回去给孩子补补。哎，好嘞，谢谢啊。想不想永远自由，不用再担心被做成丹药切片？想，好爷爷，冰花不想被炼成丹药。真是个好孩子，来，往这儿吐个冰球。优秀。咱们家来了一个新弟弟，我去开市会，你在家里看好家，哪里也不许去。爷爷，救命啊！李冰花，不怕不怕，这是李冰花，咱们家的食人花。照照镜子，笑得跟索命厉鬼似的，把孩子魂儿都吓飞了。冰花说她很喜欢你，不是想伤害你，你看她在跟你打招呼呢。爷爷，他在挠我痒痒，好痒。先穿哥哥的衣裳，好孩子，先穿着，一会儿爷爷进城去给你买新的。甜吗？甜。希望奶奶在另外一个世界
能像我一样吃一口甜甜的糕点。李师傅，今日怎么来的这样早？病人们不是要喂食才来问诊呢？来找掌柜的买些东西。掌柜的在2楼打坐呢，我这就去喊他。那感情好，麻烦小哥了。那个李师傅，先前是小子有眼不识泰山，一开始还误会您是招摇撞骗的那种人。可是这几日您为贫苦百姓义诊，分文不取，真是让人敬佩。我娘就是死在了骗子手里。当年我爹为了省些零食，从一个骗子修士手里买了一颗假丹药，所以我才……嗨，这有啥的？我老家的圣人说过，人不知而不怨，不亦君子乎？就是说别人不了解咱也别生气，这才是有德行的人。你看这天上的太阳，有人嫌弃它太炎热，有人嫌弃它太耀眼，但是太阳从不在意。说得好，李师傅，这是我舅舅姬浩辰，天辰宗的修士。青羽这孩子真是让我头疼。这孩子自小就痴迷医道，我原想着让他修行剑道，没成想这孩却跑到您这里来学习医术。方才听闻阁下高论，方知是我着相了。剑道虽是众人向往的道，但悬壶救世也是一条通天大道。修行之路千万，天道的眷顾才是最重要的。老李不过略通皮毛，这孩子心有大爱，老李我愿意把自己所知道倾囊相授。我们师徒2人共同努力，定能为千千万万的病人带走病痛，带去希望。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。李师傅，您说的太对了。我时常觉得这个世界不如我意，修士和凡人之间好似有一条天堑，人与人之间冷漠的可怕。修仙界的人们只抬头看天，各自走自己的道，却不曾低头看一看身边的人。人们不爱人，也不助人。我虽有感慨，但却从未做过什么。拜师第一天，我的师父就告诉过，修仙界最忌讳因果纠缠，他让我切忌沾染他们的因果。所以面对他人的苦难，我向来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我将他们的悲惨归结为天命，是天道让他们承受这些，我是不能违抗天意去改变的。今日听君一席话，在下豁然开朗，我不愿再违背本心。听闻最近魔物有兴起之事，我打算前往凡人村落驱除魔物，保卫一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只要心中有人民，定能创造新世界。记住我们的口号：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；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。这口号竟然引动了周天星辰之力，此乃天道真理。李师傅，您怎么这个时辰来万宝阁了？是有什么事吗？我打算找掌柜的买一株冰属性的中下品灵植。李师傅，这段日子青玉就拜托给您了，这株冰魄草就当是拜师礼了。使不得，这太贵重了。李同志，请您教青鱼的不只是医术。姬同志，那老李我就收下了。娘，为什么不帮我最后一次？孩儿只差临门一脚。刘夫人，你疯了！这是什么好东西？你爹的样子，你不是没见过。我会救爹的。等我进入内门，要多少救命灵丹没有？
好啊，这就是我亲娘，亲娘啊！跟我去刑罚司。风长老，我要断绝母子关系。可想清楚了？听说了吗？刘管事跟他儿子发生冲突了。都聚在这儿做什么？活儿干完了。刘管事，冰属性的灵植我弄到了。不错，品质在中品以上。你去我屋里等着，我去内门丹药房请人过来取。有人来了。风！啊！是魔气！有人要害刘管事。先是他男人沾染魔气，现在又有人往他屋里投魔物，这不是巧合，要么是报复，要么是恐吓。能得罪什么人？只能等刘管事回来再做打算。不管是谁，敢用魔物害人，让我老李碰上，绝不轻饶。东西带了吗？老李，灵植。哦，对对对。不错，东西很不错。登记。这件事儿就结束了，以后我们两不相欠。刘管事，看看这是啥？魔气！刚才有人往你屋里投毒，我算是替你挡了一劫，这不又是一个人情？谁干的？刘管事，你最近招惹谁了？竟让人用这么恶毒的法子报复你！不可能！哎，刘管事，有事可以上报宗门，你咋还晕了？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的丈夫和孩子可咋办？孩子，我的孩子
竟然用魔物来害我！什么？混账！枉继人伦，竟然给自己的亲娘投毒！畜生！一切都要从我丈夫被宗能外派说起。我以为是大能遗落的宝物，便带了回来。2个儿子，一人1颗，想借此帮孩子们在修为上更进一步。谁知一夜之间，我丈夫就被魔气侵染，神志不清，浑身渗出蓝色液体。我吓坏了，连忙检查2个孩子，发现小儿子富贵手上的珠子竟在吸收他的精气。我拼尽全力，才把那颗珠子转移到了自己手上。这能让我变强？那孩子已经疯了。刘管事，让我试试，看能不能把这东西取下来。老李，你别白费力气了，我筑基期的修为都奈何不了他，这东西邪门得很。不试试咋知道？再邪门，老李也不怕。自古邪不压正，今儿个老李非得拿下这邪物不可。天道在上，老李今日要给刘管事取下魔物，望天道护佑，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。宗门对私藏魔术一事向来严惩不华，我之所以百般隐瞒，也都是为了孩子。我和光祥出了很多，他不是有心的，罪不至此啊。将功补过。刘福月想除掉老娘，那就让你这孽障看看，什么叫做姜还是老的甜。哎，老李，李管事，咱啥时候动身去城外啊？我好有个数。莫急莫急，再过2天吧。我手头还有点事儿，得捋顺溜喽。我回家歇2天，陪陪媳妇儿。哟呵，老梁，你这老小子还有媳妇儿呢，我还寻思你是个老光棍呢。瞧你说的，我老梁不光有，我那媳妇儿啊，年轻漂亮着呢，水灵着呢。这老小子该不会是仗着自己是修士，强抢凡人女子了吧？这可不行！是我老丈人，他看上我是个修士，有本事，就做主把闺女许配给我了，指望着我给他生个带灵根的大外孙，光宗耀祖呢。哦，这样啊，那你老丈人愿意，你媳妇儿她自己愿意吗？这有啥不愿意的？往后他要是真生出个有灵根的孩子，出息了，当娘的也跟着有灵丹吃，延年益寿，这多好！这叫啥事？这不就是包办婚姻吗？老李头，你要媳妇儿不要？你现在可是宗门管事了，又有修为在身，在凡人眼里那就是香饽饽。想找个年轻姑娘，那简直就是易如反掌。胡闹！我这一把年纪找个黄花大闺女，这不是他娘的造孽吗？不成！老梁，这批灵芝不错。李管事，怎么面色不大好？是有烦心事儿发愁？难啊，难。哦，还有事情能难倒你李管事？哎，杜管事，老李问你个事儿，纯属探讨啊。你说，要是有个人在无心间做了件坏事，触犯了宗门的戒律，那他最后受到的惩罚和那些存心故意干坏事的人能一样吗？老李，你是不是犯啥事儿了？透个底儿。没啥没啥，真没啥，就是突然想到这么个理儿，想跟你探讨探讨，思考一下人生嘛。李管事，你说话总是这么出其不意。不过既然你问到这个，那我就跟你说说，咱们宗门确实有2件事，
是万万碰不得的。这第一条，就是不能损害宗门的利益。比如说，就像某些杂役私下里偷偷多种灵植，悄悄拿出去售卖的行为，这要是被执法堂查实了，轻则受刑鞭笞，废去部分修为，重则全家驱逐出宗门，永世不得录用。那是，要不怎么说咱们园子里这些管事里头，老李我最佩服、最看好的就是您杜管事呢。年轻有为，婚姻美满，明事理，讲情义，以后这杂役处必定是您的天下呀。这第二条红线就是魔气，这是任何宗门都视为洪水猛兽绝对忌讳的存在。一个修士辛辛苦苦、勤勤恳恳修炼了数百年，可能就因为沾染了一缕魔气，所有的道行、所有的根基瞬间就会被摧毁，严重的话便会沦为废人，甚至魔物。那若是有人他确实是无心之失，不小心把沾染了魔气的东西带回了宗门呢？这也是罪无可恕吗？无心之失，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能被免除刑罚。如果这人发现了自己误将魔物带入宗门，在魔物保存完好的情况下，立刻主动毫不隐瞒地上报给宗门处置，在这个过程中没有造成任何修士的伤亡，这3个条件缺一不可，那或许还有一丝转圜的余地，能争取个从轻发落。但是如果因为他带回来的魔气已经伤及了宗门内的其他弟子，那不管他是有心还是无意，都绝不能轻饶。他的因酿成了别人承受的苦果，那些无辜被魔气沾染的修士，绝不该为他的不经意付出修为尽毁甚至性命不保的代价。那如果这魔物没有保管好，被人偷走了，偷魔物的修士自己主动去沾染、去使用呢？明知故用者，杀无赦。老李，你今天怎么对魔气这么感兴趣？你该不会动了什么歪心思吧？我可警告你，这个念头万万不能有。哎呦，我老李可不干那事儿，就是最近听紫渊老念叨，说内门最近好像不太平，魔气闹得沸沸扬扬的。我这不就好奇多问了2句吗？苏小兰，铁柱的前未婚妻。紫渊说过，她就是这次负责追查魔气源头的领子里子。如果刘管事丈夫带回魔珠的行为必定要受罚，那么越早把事情彻底调查清楚，被魔气沾染的人越少，造成的危害越小，惩罚也就会轻一些。可现在苏小兰的调查到底进行到哪一步了？内门里到底有多少弟子接触过蓝色珠子？还有，魔气的来源真的就只有这些珠子吗？还是说有更深更可怕的源头？战场上什么最重要？当然是情报。没有情报，两眼一抹黑，啥也干不成。嘿，有了！苏小兰挺关心铁柱那傻小子的，要是喊他一起去接铁柱放学，路上顺便打探情报。说走咱就走啊，你有我有全都有啊，嘿儿呀一儿呀，哎嘿哎嘿一儿呀，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，走你呀！啊！这位同门，敢问身下这是何物，竟能如此奔走？3轮车，没见过吧？好东西啊！好东西啊！同门，在下内门炼器部弟子王小锤，敢问您怎么称呼？在下杂役处管事李卫国，大家伙都叫我种地跟李管事，叫我老李就行。李管事，妙，太妙了！不知运转起来耗费几何灵石？5块，就5块灵石。什么？5块？中品还是上品？总不可能是下品灵石吧？喏，瞧见没？就这下品灵石。李管事，我用这块中品灵石换一次乘坐3轮车体验，成不成？就让我坐坐，感受感受。上车，坐稳喽。
我操！爽！这他娘的中品灵石就是带劲儿啊，够劲儿！小王，扶好喽，老李带你起飞喽！这是何物？苏仙师，好巧啊！您这会儿有空闲吗？李师傅，有什么事吗？哎呀，是这么回事儿。铁柱那孩子不是被我送去铁师傅那儿学体修了吗？这孩子啊，虽然嘴上不说，可我看得出来，他好久没见你了，心里头可想你了。是吗？这不，我就琢磨着，咱们一起去武馆接他，让他高兴高兴。哦，李师傅，铁柱自己说的想我了。就铁柱那个单纯的性格，别说这辈子，就是下辈子也绝不可能说出这么肉麻的话。啊，这个铁柱说好久不见小兰了，你听听，这好久不见，那不就是想你了的意思吗？含蓄，这孩子就是含蓄。这才是我认识的铁柱会说的话。这李师傅，原来如此。行，李师傅，那咱们这就走吧。王师弟，苏师姐，王师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受伤了，还是中了什么邪术？没啥，苏仙师别担心，这孩子啊就是晕车了。第一次坐老李的三轮，享受不了这份速度与激情。这三轮车好厉害，不过防风罩一定要加上。行，小王，就冲你这句话，明天老夫就来找你，给咱这宝贝疙瘩好好改进改进，让他更带劲儿。明天，景哥，自己怎么就莫名其妙的接下了一个修缮灵气的活儿？苏仙子，说起来真是不好意思，之前不知道您和铁柱的关系，当着您的面就打听您俩的事儿。我这老头子嘴快心直，冒犯之处您可得多多包涵，实在是不好意思了。李师傅言重了。铁柱很好，心地很纯善。当年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是同门师兄弟，情谊深厚。我们两个还在娘胎里的时候，这门亲事就定下了。后来婶婶怀了铁柱，在一次外出之星执行宗门任务的时候，被一只金丹后期的黑熊灵兽所伤。那狂暴的精血侵入了母体，污染了胎中的铁柱。听我娘说，受伤以后还在婶婶肚子里的铁柱就比寻常胎儿大许多。婶婶不肯打掉铁柱，身体便一日日衰弱下去。娘亲说，生产那日，产房里的血水浸透了整张床榻。铁柱的娘亲是难产去的。是啊，生下铁柱不过2个时辰就去了。铁柱的父亲用全部积蓄买了一颗中品回春丹，可惜终究没能把婶婶救回来。这情形多半是失血过多，若能及时输血，或许铁柱在认识他之前就不用过得那么苦了。苦命的娃娃呀！苏仙子，铁柱现在虽然享受和外门弟子一样的待遇，但他毕究还没正式录入外门名册。如今走体修的路子，您说日后宗门会正式收他做徒弟吗？青霄宗主修剑道、丹道、气道和五行术法，并没有专门的体修传承。铁柱若想在这条路上走得更高更远，
或许不必执着于进入青霄宗。天下之大，总有适合他体修之路的宗门或名师。眼下让他跟着铁师傅安心打基础，脚踏实地修炼，才是最稳妥的安排。对了，苏仙师，前2天周管事家的公子周子渊塞给我3张驱魔符箓，还特意叮嘱我最近小心些，说宗门里最近好像有些不太平，魔气闹得人心惶惶的，听得我这老头子啊，心里还真有点发毛。李师傅不必过于惊慌，此事掌门极为重视，执法庭上下也在全力追查，定会妥善解决的。这魔气到底是啥时候冒出来的？之前一点风声都没听到，感觉像是凭空出现似的，难道就一点征兆也没有吗？倒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征兆，其实早在10年前就曾有过一例，一名内门弟子修为突然暴增，有长老怀疑他使用了魔气，但无论怎么探查，甚至深入其丹田本源，都找不出丝毫魔气残留的痕迹，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。直到前不久，剑阁一名弟子在练功时突然走火入魔，口吐黑血，周身溢散出明显的魔煞之气，长老们合力探查，才终于在他丹田深处捕捉到了一缕隐藏极深的魔气。掌门震怒，严令我们执法堂立刻彻查，要求对所有内门弟子的修为重新进行摸底排查。结果发现了一批修为在短时间内突飞猛进的弟子。可奇怪的是，无论我们如何盘问，这些弟子说辞都一样，都坚称自己是凭借苦修和机缘才得以突破，没有借助任何外力。这些人就像10年前那个弟子一样，查不出任何魔气残留的痕迹。掌门有令，让我们继续严密监控这些弟子的修为进度，绝对有问题。苏仙师，您想想，修仙界里竞争何等激烈，若真有人掌握了一种能快速提升修为且事后不留痕迹的秘法，他怎么会轻易告诉别人？更别说分享给这么多人了，这不合常理。李师傅说的在理，我们也判断，那真正操纵魔气帮弟子提升修为的人，并不在这些弟子之中，而是另有其人，他隐藏得很深。对，就是这个理儿。那幕后黑手他图什么呢？难道真是乐于助人？这说不通啊，这分明是乐于害人。要不就是那家伙就是个纯粹的变态，就喜欢看别人沾染魔气，然后等着看他们倒霉。这也不对啊，既然他想看别人的笑话，干嘛还要费尽心机做到不留痕迹，帮这些人瞒过宗门的探查？这不矛盾吗？这正是最令人费解之处。目前被严密监控的弟子共有8人，这8人里只有剑阁那个练功时走火入魔的弟子被魔气严重侵蚀了，性命垂危，而其余7人至少到目前为止，灵脉、丹田、神智都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，好像那暴涨的修为是天道赏赐的一般。奇怪，太奇怪了。李师傅，怎么了？苏仙师，您刚才说那些被监控的弟子，无论怎么问，都咬死了不松口，谁也不肯说实话，对吗？是的，他们彼此间似乎也达成了某种默契，守口如瓶。哈哈，这就对了，我有办法了，一个好办法，保管能撬开他们的嘴。什么办法？苏仙师，您想啊，这些内门弟子现在看着是铁板一块，互相包庇，但只要咱们想办法摧毁他们之间那点脆弱的信任，让他们陷入一种随时会被同伴出卖的猜疑和恐慌之中，您猜会怎样？这就好比对付那些顽固的罪犯团伙，重点在于攻心，让他们互相猜忌，觉得别人为了自保，肯定会先把自己供出来。这种时候，为了抢占先机，减轻责罚，就一定会有人跳出来，抢着检举揭发其他人。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囚徒困境。只要策略得当，他们的联盟不攻自破。妙，李师傅，此计甚妙。哎，苏仙师，莫急莫急，饭得一口一口吃，
事儿得一件一件办。咱们先去一趟万宝阁办点事，然后再去接铁柱和破天。好，李师傅，听您的。就是胸口疼，难受。没有人会嘲笑病痛，更不会嘲笑他人。身体是自己的，健康最重要，坦然面对才是正理。是啊，小兄弟，生了病就得看，有啥不好意思的？就是，咱都是来看病的，谁笑话谁啊？我是说，我两边的。那个胸前两边，就是那个地方，一碰就疼，特别疼啊！小伙子，你是说胸前两侧疼？哎呦喂，这是个啥病啊？男子也会得这个？跑啥跑？这有啥不尴尬不好意思的？男人女人不都是人，身上长的东西该疼它就得疼。你这毛病，老李我懂，这叫激素失调。小问题，老李我能治，保证给你治得利利索索。该挺就挺，该疼该不疼就不疼。回来坐下，哪里也别去，就在这儿待着，让老李给你瞧瞧。苏仙师，这位是叶青羽，叶小大夫。天辰宗的高徒，心怀大爱。小叶，这位是苏小兰苏仙师，咱们清霄宗执法堂的精英弟子。叶道友，幸会，我们曾有过一面之缘，在西域13宗门组织的弟子交流比试上，叶道友那一手精妙绝伦的水月镜花术法，至今令我记忆犹新。苏仙子谬赞了，雕虫小技，不足挂齿。这位李管事行事虽不拘小节，甚至有些莽撞粗放。但这份古道热肠和对普通人的关怀却是真切。铁柱能遇到这样一位长辈照拂，想必他故去的父母在天之灵也能稍稍安心了。哦，好家伙，这铁柱不愧是打娘胎里就沾染了金丹黑熊精血的气运之子，这体格，这力量，活脱脱就是一头初长成的人形黑熊。咦，咋不见我破天大孙子呢？这孩子该不会是放水去了吧？李师傅，您来了，又是骑着您那威风的3轮车来的吧？那可不，3轮车在手，天下任我走。对了，阿六，看见我家破天没？跑哪儿去了？哦，破天啊！刚才他和大师兄比试水下憋气，结果输了。按规矩，输的人得跑腿。师傅每晚都要喝酒，就让他去前面街口那家刘记酒坊打酒去了，很近的，就前面那条街，拐个弯就到。哦，这样啊，他去了多久了？哎，去了得有好一会儿了。按说这来回也就100米的路，早该回来了呀。奇怪，那酒坊就在街口，门脸摆满了酒坛子，特别好找的。去了好一会儿了。李师傅，您别着急，兴许是破天在路上看到什么新鲜玩意儿，贪玩给耽搁了。我这就进去叫几个师兄弟一起出去找找看。少哥，刚才
是不是有个大概这么高、穿着灰色短打的小孩来打酒？他当时有什么不劲儿吗？或者你看到他往哪边走了？是有这么个小孩来打了坛烧麻子，打酒的时候，好像东边街上传来小孩的哭叫声，挺凄厉的。那打酒的小孩就往东边看了好几眼，眼神有点不对。我当时正忙着给别的客人打酒，把酒坛子递给他收了零食，就没多留意了。除了那摊破碎的酒坛和酒渍，地面上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，仿佛破天是凭空消失的，或者是被某种力量无声无息地带走。这绝不是凡人能做到的。对方是一个修士，一个抓捕小孩的修士。自从爷爷骑着那辆拉风的3轮车来过一次武馆后，日子就变得水深火热起来。师兄们一个个的不知怎了，变着法儿的给我俩加练。幸好我聪明，故意输掉憋气比赛。按照武馆的规矩，输的人就得跑腿。折腾了一番，这才捞到了溜出来喘口气的机会。求求你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哪里来的小孩？滚开！晦气！小弟弟，你的酒。冷静，冷静。有动静，是心跳。不行，爷爷说过，财不外露。这里人来人往，这太容易被盯上了。别走！我不走，我这就去叫我师兄们过来救你，他们就在前面武馆。我要带我走，现在我不会死，求求你带我走，离开这里。好，我带你走，先找个安静的地方，我给你治伤。
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，你是唯一愿意救我的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爷爷说了，做好事不留名才是真好人。不过，你如果真的很想知道我是谁的话，那你就叫我雷锋吧，我是好人雷锋。好人雷锋？你确实是个好人。你家在哪里？怎么会伤成这样？一会儿我爷爷就要来接我了，我可以求爷爷用3轮车送你回家，老快了。家？我没有家了，我的家人都被坏人害死了。弟弟，你别伤心，我跟你一样，我的爹娘也是被坏人害死了。但是我现在有一个很爱我的爷爷，他对我可好了，以后你也会幸福的。很疼吧？我爷爷会治病，他可厉害了。你可以先到我家住几天，让我爷爷帮你治好。我爷爷最热心了。没用的，雷锋，我的灵根被人抽走了，这只是皮外伤。什么？抽走灵根？谁干的？是那些专门害人的邪修吗？不是邪修，比邪修更可怕。那是一个恶魔，真正的恶魔。别怕，别怕了，你已经逃出来了，逃出来了，没事了。他来了，快走，快离开这里。你是什么人？快让开！我爷爷是青霄宗的管事，我的哥哥和姐姐都是青霄宗的内门精英弟子。你要是敢对我们做什么，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坏了，必须给爷爷他们留下线索。好疼！不知道我昏睡多久了，爷爷找不到我，一定急疯了。不行，我必须想办法逃出去。放松一点，我好疼，求求你！
小曼曼，你真的能听懂我说话吗？你好厉害啊，竟然能自己控制松姐！你是世界上最聪明、最厉害的藤蔓了，对不对？天啊，你真的能听懂！宝贝曼曼，你这么棒，自己孤零零的待在这个又热又臭的山洞里，会不会很孤单、很难过啊？我好心疼你啊，真想抱抱你，带你去看看外面漂亮的世界。哎，别走啊！曼曼，别害羞嘛，快出来！你看，我们是好朋友了，对不对？好朋友要一起玩呀。曼曼真乖。曼曼，外面的世界可美了，有温暖的阳光，有甜甜的雨水，有各种好吃的果子，还有好多好玩的东西。而且，外面还有一朵和你一样特别的灵芝，它叫花花，是我的好朋友，它一定会很喜欢你，你们可以做好朋友的。你想不想去看看？曼曼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了，你能帮我上去吗？我们一起出去。我带你去看食人花，去看阳光和雨露，好不好？是邪气。长生，长生乖，爷爷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，今夜回不来了，爷爷送你去马六叔叔家，好不好？李大哥，这是咋了？麻烦弟妹照顾长生一天，有急事。冰花，跟我走！破天出事了！花花，快闻闻这上面残留的阴冷气息，是不是邪气？是邪气。花花，再闻闻这个，仔细分辨，这个铁球里面封印的邪物气息和酒坛碎片上的邪气是不是一伙的？一样的，完全一样的味道。李师傅，闻到了，下午确实有人看到，街上有个气息不稳的被人重创了，破天把那小孩带走了，方向就是这条胡同。是那些该死的手段。利用同情心做诱饵，引诱目标。破天一定是看到那小孩受伤严重，心生怜悯去救助，结果落入了坏人的魔场。凡人的善良和弱小，反而成了致命的弱点。都怪我，没有交给破天警惕。破天是在我这里出的事，是在我眼皮底下被人掳走的。我铁罗汉真是无颜面对你啊，李师傅。老铁，这事儿不怨你。谁能想到宗门脚下就有如此丧心病狂的恶魔？要怪就怪那些心思歹毒的畜生。这样的人制服都不解恨，就该永世不得超生。乞丐小孩儿，那操纵魔气的人在宗门时间不短，很可能就是高层。刘福运带回的魔珠，极可能就是他找到了幕后人，获得了对方的帮助。刘福运从他身上或许能顺藤摸瓜，找到掳走的破天。一群混蛋，那些使用魔气修炼的弟子们，我一个一个亲自去审问。杂役处李管事的孙子李破天在城中失踪，这件事疑点重重，弟子请求执法堂介入调查。哦，原来是那个很厉害的李管事啊！怎么连个孩子都看不住？小孩子嘛，贪玩跑丢了很正常，这点小事儿也值得惊动执法庭。小兰，你做事怎能如此轻浮？修仙界哪有什么真正的好人？天天喊乐于助人，装给谁看？苏仙子，带走破天的人和宗门魔气背后的操纵者是一伙的。这是现场留下的酒坛碎片，上面还残留着魔气。
果然是魔气，魔气竟已蔓延至城中，我这就去报告刘长老。仅凭这点残留魔气，很难说动刘长老。他女儿刘明珠被陈无风当枪使来找我麻烦，结果赔了我一堆灵石。苏仙子，陈无风有没有沾染魔气？宗门重点监察的是内门弟子，陈无风现在是外门弟子，不在监察名单内。能不能想办法把那些内门弟子聚集起来？只要让我参与审讯，我就有办法撬开他们的嘴。长老院，我去长老院找我师爷爷大长老，只要他老人家同意，刘长老我想反对也没用。好，找关系的事儿就拜托苏仙子了，我也有要紧事得去办。我丈夫还在休息呢。是正经事，关乎你儿子刘福运的。这魔珠并非源头，我需要你配合我演一出戏，把幕后黑手炸出来。那我丈夫看管不练的罪名呢？你配合也得配合，不配合也得配合，否则我现在就去执法庭举报你们。你，等刘福运供出了幕后之人，你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身上，这还不简单？李管事，你想怎么炸他？具体要我怎么做？很简单，你去外门弟子屈居梯找到陈无风，见到他，你只需说一句话：刘福运用魔气修炼来提升修为，你是他朋友，劝劝他别这样做了，太危险。就这一句，说完就走，别多解释。就这么简单？什么时候去说？你现在就跟我走，我们去内门区域等着，等苏小兰那边传来消息。启禀掌门，情况有些紧急，我们发现魔气已经开始向青霄城蔓延了。杂役处一位李管事的孙子在城中被人掳走，现场遗留的物品上检测到了魔气残留。城中也发现了魔气，此事当真？千真万确，掌门，弟子现在寻得一位得力助手，他定能助我们彻底查明此案。哦，是哪位内门弟子有此能耐？并非内门弟子，是杂役处的管事李卫国。一个杂役处的管事，这怎么行？让他来掺和如此重要的内门事务，简直是胡闹！答应这孩子，能者居之，倒也未尝不可。只要能查明真相，身份并非阻碍，我准了。好，万事俱备，开干！刘管事，你是被什么脏东西附身了吗？这种要命的痴话也敢乱说，你一家人的命都不要了！我怎么会拿这种事来骗你？你要是不信，就自己去找刘福行一问便知啊！刘福航，你在搞什么鬼？你竟然真的用了魔气提升修为！陈师兄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魔气只会让人灵脉尽毁，怎么可能用来提升修为？我说你小子怎么最近都不来巴结我，原来是得了这等好事。说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否则我现在就去执法庭告发你。陈师兄，你若真想加入我们，我可以做你的引荐人，但现在太晚了，尊主已经休息了，我们明天再去如何？难道他是在套我的话，想炸我？想跑？陈无风，你涉嫌宗门魔气传播一案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有什么话留到执法堂去说。傲师兄，宗门对魔气向来零工人，凭什么这小子就能有特赦令？这不公平！青霄城中出现了沾染魔气的修士，公然掠夺孩童，为查明真相，掌门才破例颁下此令。这不合理！凭什么只有他有机会，人人都有机会获得赦免才公平？机会只有一个，而你们却有这么多人，我实在想不出如何分配才算公平。我看不如将这些人分开关押，谁能提供最有价值的信息，这特赦令就给谁。完了，
一旦分开审讯，那些蠢货肯定会供出一切。说，你体内突然暴涨的修为，究竟从何而来？我就是吃了一颗丹药，吃完之后修为就涨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混账！这等为了修为罔顾宗门安危的败类！来人，拖出去严惩！我说实话，是方师兄还修给我的丹药，我吃完之后才知道里面可能有魔气，我也是被害了。除了刘福运，其余7名内门弟子，包括陈无风，都将矛头指向了同一个核心人物——内门弟子方远。苏仙子，方远这里撬不出东西了，不能再耗下去。立刻上报掌门，请求立即搜索焚魔谷。勾结焚魔谷黑袍人祸乱宗门，特来向掌门谢罪受罚。但我儿方远是被那黑袍人胁迫才牵扯其中，他身不由己，求掌门开恩，念其年幼无知，饶他一命，所有罪责愿一力承担。是你糊涂啊！掌门，10年前，弟子和师兄弟们外出任务，遭遇灵兽袭击，弟子灵气尽失，且灵脉受损，被一黑袍人所救，受其引诱，不幸沾染魔气。掌门，弟子罪该万死，万死难赎其罪，但求您给方远一条生路，他是被弟子连累的。住手！十二长老何在？立刻前往焚魔谷，给我掘地3尺，也要将那幕后祸凶挖出来。破天，爷爷的好孙子，你一定要撑住，爷爷来了。打我干啥？我只是闻到了魔气味道。死而复生的灵植，这要是被发现，麻烦就大了。宗门竟发生了这等事。焚魔谷有结界守护，焚烧后的魔气绝无逸散可能。若说有人持更深弟子令牌潜入偷取魔物，倒也不是不可能。凡送入焚魔谷的魔物，皆登记在册，只需核对花名册与仓库库存，便知是否有失窃。江师兄，现在最重要的疑非魔物失窃，而是那些沾染魔气的弟子指控，那幕后黑手就藏在你这焚魔谷里。哦，师弟的意思是，宗门怀疑我就是那操魔气祸乱宗门的元凶。非是宗门妄加揣测，而是弟子们的供词指向此处。焚魔谷唯你一人坐镇，你的嫌疑自然最大。师弟，我们青霄宗何时变得如此行事了？仅凭几句指控，便怀疑同门操纵魔气祸乱宗门，证据呢？若无实据，污蔑同门可是重罪。届时就休怪我不讲同门情面了。诸位师弟，请便吧，看看我这焚魔谷到底有没有你们想看到的东西。破风，回来，焚魔殿在那边。等等，不对劲儿，跟过去看看。李师傅退后，这不是普通藤蔓，是灵植。有暗洞，有结界，这洞里定藏着见不得人的东西。李师傅，你在此等候，我去请长老们过来。冰花，破天很可能就在里面，我们必须打开这个结界，对着这里喷射冰锥。
再来！找到了，就是这里！冰花，听我指令，全力开火，给我轰开它！冰花，加把劲儿！洞里有的是魔物，待会儿让你吃个够！冲！我操！好多魔气，好吃！破天是不是在里面？爷爷，别劈！妈妈，快放我出去！是我爷爷来了！爷爷！破天，我的好孙子！此地不宜久留。爷爷，等等，带上曼曼好不好？是他救了我，他是好灵芝。破天，这也太大了，爷爷的储物袋装不下呀。好家伙，成精了，真通人性！带走。李冰花，你个大馋丫头，别吃了，快撤！走！大长老，我们在中发现一处被结界隐藏的神秘洞穴。既然发现了不该发现的秘密，那么今天谁也别想活着离开这里。果然是你！早在10年前青婉无故身亡时，我就觉得事有蹊跷。青婉身上的魔气，是不是也是你下的毒手？我们是夫妻，他自然应该支持我的事业，这才是个好妻子，不是？畜生！狼子野心，禽兽不如！你们这些庸人永远不会懂，我的研究是史无前例的。我已经成功用魔气激发修士潜能，再给我一些时间，我甚至能用魔气直接送老祖飞上界！你疯了！结阵！拿下他！此人绝不能留。小东西，都是你坏我大事！破天！畜生！我要你偿命！
为什么不全部吸出来？破天是凡人，还未引气入体，若将魔气全部吸出，他的心脉会立刻崩溃。现在只能靠这丝魔气暂时护住心脉，他恐怕以后再也不能修仙了。破天，感觉怎么样？爷爷，我没事。爷爷，我现在就要淬体。破天，这是几？爷爷，我想试试。我已经被魔气污染，注定成为废人，不如趁现在赌一把。爷爷，破天感谢您，能见识仙人的世界，这辈子无憾了。但我不想就此与仙途无缘，让我试试吧，成与不成都不留遗憾。您说过，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破天不想做鸡毛，我想做泰山。好，不愧是我老李的孙子，试试就试试，不管结果如何，爷爷都养你一辈子。这是他个人的造化，切不可干涉。你想害死他吗？现在输灵气会让他走火入魔的。是爷爷，他是废灵根，如今又沾染了魔气，选择现在淬体无异于送死，能成功吗？若他体内魔气能起到正向作用，或有一线生机。天道在上，破天不想做废人，破天也要像爷爷一样助人为乐，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。啊！雷电淬体，若能熬下去，前途必定无量。破天！笨老头，雷电根本没伤他，这是天道恩赐。真的？是天赐雷灵根。你本来就不是人！臭老头，你骗我，雷电该劈你！原来修仙者的世界竟然是这样的清晰。爷爷，我成功了，我活下来了，我不是废人。爷爷，别动他！破天，别怕，你爷爷没事，他就是找你找了一整宿，太累了，加上看见你平安无事，一激动晕了过去。年纪大了嘛，就容易这样，让他躺会儿缓缓就好了。这小子不会被天雷劈出个雷灵根来了吧？这破天的富贵怎么就砸这小子头上了？真是人比人气死人！这等好事儿咋就轮不到咱老田呢？想当年咱也是过雷劈的啊，咋就没这造化？此等冰系灵植，竟能吞噬魔气，自主进化，还通人性，有趣，当真有趣。若能研究一二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大长老，此子心性坚毅，锐意非凡，正是修习我剑道的好苗子。快给他测测灵根，只要不是土疙瘩灵根，老夫今日就收他为关门弟子。土灵根怎么了？我土系功法中的千月镇鱼诀，引大地之力化万军之势，那也是能移山填海、独步天下的绝学，岂容你小觑？各位长老且慢激动。据我所知，这孩子先前在杂役处测过灵根，乃是最低等的杂灵根。即便今日淬体侥幸成功，洗出的灵根恐怕也难登大雅之堂。大长老，捕捉到的一丝天道启示，彼及泰来，一星耀世。
孩子，起来。把手放上来。这测灵石不甚精准，跟我去测灵堂，用宗门的巨型测灵石再测一次。大长老，我想让爷爷陪我一起去。整个修仙界奉行大道无情，可修为越高，越能触摸到天道慈爱众生的本意。习惯了独善其身，何尝不是一种自私？渡劫成仙，渡的或许就是这知与行之间的鸿沟，知行合一。不好！这感觉比刚才挨雷劈还吓人。恭喜大长老道行精进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李管事，带上孩子，随我去测灵堂。大长老，大长老，你先别急，测灵根这事儿当然重要。破天是块宝，跑不了。只要老李我还有一口气在，他生是清霄宗的人，死是清霄宗的鬼。现在火烧眉毛的是那洞里的东西啊，那场面太吓人了。要是让旁人看见传出去，咱们清霄宗的名声可就成了变态杀人狂的魔窟了。到时候咱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好糊涂！天大的事也比不上孩子的前程。那些肮飒东西，自有执法堂弟子清理。使不得啊，二长老，执法堂弟子也是人，也有嘴啊，人多口杂，这事儿必须捂严实了，交给老李。老李我嘴巴最严，干活最利索，保证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不留一丝痕迹，绝对不让咱宗门沾上半点腥皂。刘长老，你带苏小兰进去查看一下。好，清理之事便交于你和苏小兰，务必处理干净。孩子，跟我走。大长老，您老神通广大，给弄个隔音罩呗。老李我有几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不吐不快。说吧。大长老，老李我虽然是个半吊子，但眼力劲儿还是有的。破天这小子刚才被雷劈那一下，指定是劈出个了不得的灵根了，不然您老也不会这么火急火燎，连洞里的残局都顾不上，非要立马带他去测，对吧？大长老啊，您是不知道，破天这孩子命太苦了。我看到他时候，村子就被烧了，全村人都死了，爹妈没了，成了孤儿。好不容易跟着我这糟老头子来了宗门，想着能过点好日子，结果呢，昨天差点让人当成小白鼠给祸害死。这修仙界太凶险了，杀人放火偷孩子，简直防不胜防啊！老李，我现在是真怕了，什么气运之子，什么极品灵根，我都不敢想了。我就想求个安稳，求孩子能平平安安长大。大长老，咱们能不能猥琐发育一下？破天这灵根是好是孬，咱能不能先偷摸着测？等测完了，结果也先捂严实了。等孩子大了，翅膀硬了，有本事护住自己了，再往外说。您想想，这修仙界就没有天才半道夭折的事儿，指定是有的。同门之间的嫉妒心，乐意看咱不说，那躲在暗处的邪修就不会惦记孩子的灵根灵骨，小心驶得万年船呢。老李，我真是怕了，我怕护不住他呀。好，老夫答应，此事我会亲自禀报掌门。今夜子时测灵堂密室，我为这孩子单独测试。哎呦，谢谢大长老，谢谢长老。
小兰，李管事，此间后续清理便交由你二人，务必处置妥当，不留后患。李管事，洞内情形想必你也清楚，尸骸遍地，怨气深重，魔气虽附着在尸骨上比较微弱，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，但残留的污秽仍需尽快掩埋，我们得抓紧时间了。就冲这份义气，就不能亏待了他。苏仙师，老李能不能求您帮个小忙？小兰啊，你看这都整整1夜了，我这心里啊七上八下的。铁柱那孩子，别看长得5大3粗，跟座小山似的，可心思最是纯良敏感。这一晚上不见我，决定急成什么样了，怕是眼睛都要哭肿了。我这心里想得慌啊！你看能不能麻烦你把他从铁师傅的武馆接过来？李师傅，您太客气了，叫我小兰就好。铁柱是我朋友，您待他如亲孙，自然也是我的长辈。哎呀，这怎么使得？小兰啊，你可是内门精英，修为高深。老头子我才区练气，要是按照修仙界的辈分，你自然在我前边。李师傅，您就别推辞了。按年纪来说，我才20几岁，按照凡人的风俗，叫您一声爷爷也是应当的。哎呦，那多不好意思。小兰，你这孩子就是实在。行，那咱就不按修仙界那套虚的论了。你是铁柱的朋友，年纪又不大，叫爷爷，爷爷爱听。李师傅放心，我这就去把铁柱接过来。等等，小兰啊，还有个事儿，那个你看能不能顺道去趟杂役处马六家，把我另一个小孙子长生也接过来。那孩子，命苦啊！他奶奶是咱宗门的老杂役，刚去世没多久，临终前把孩子托付给我了。昨晚事发突然，我只能把他先进寄放在马六家。这一晚上过去，那孩子肯定也吓坏了，本来就心思敏感，恐怕也是担惊受怕了1夜呀。李管事，您放心，2个孩子我一定平安带到您面前。李管事，你和破天就在这里等我，千万别贸然进洞，里面情况复杂，恐有未知危险。等我回来一起处理。放心吧，小兰，爷爷就在这儿，哪儿也不去，等你回来。文天，快来，把这些堆到那边角落去。这袋子空间不小，装个110来副骨头架子当零嘴，应该够这馋丫头吃一阵子了。以后不乖乖叫爷爷，可没得吃。破天，跟爷爷走。破天，快，1人1个储物袋，动作麻利点儿。爷爷，等等，不用这么麻烦，我们有曼曼啊，曼曼可以帮我们把所有地穴里的骨头都弄上来。哎呦，我的好孙子，这脑瓜子转的比爷爷的3轮车轱辘还快，聪明，太聪明了，不愧是老李家的种。妈妈，帮帮我和爷爷好不好？帮我们把地穴里的骨头都取出来，堆在一起。你是最最厉害的曼曼了，对不对？够了，够了，太多了！破天，快让他停下！妈妈，停下！你太棒了，已经帮大忙了，快回来休息了。
谢谢你，慢慢。这个好，这个肉多啊！呸，这个魔气足，冰花肯定爱吃。快走！铁柱，站稳！爷爷，破天！破天，我好怕，怕死了！铁柱，松手，喘不过气了。铁柱，我没事，真的没事了。长生，在马六婶子家睡得怎么样？早上吃东西了没？马六叔叔和婶婶给我做了好吃的，可我吃不下。好孩子，吃不下，因为担心爷爷和破天哥哥，对不对？好孩子，真是好孩子，一家人就是要这样，心里装着彼此，相互挂念着。等爷爷忙完这摊子事儿，就带你们去城里最好的酒楼下馆子，咱们点最贵的菜，好好庆祝庆祝，去晦气。哦，下馆子喽！吃好吃的。我也要去。口吐人烟的灵芝，这怎么可能？难不就像之前醉仙楼那只深海木炎魔物一样，这株灵棒被魔气污染变异了？站住！为什么拦着我？老李，你倒是管管呐！你看看，他拿剑指我。小兰，冰花他。李师傅，退后！这灵芝太古怪了，明明只有筑基期的能量波动，竟能口吐清晰人言，这完全违背常理，必有蹊跷。好看，好看。呜呼，好美味的灵气啊！嘿，我就说嘛，咱们冰花是好样的，根正苗红，正派着呢。小兰，你看，这不没事吗？怎么可能？灵蝶反馈回来的信息清晰无误，没有一丝邪气或魔性的干扰，这真的就是一株虽然能力诡异，但本质纯粹，再正常不过的灵芝。哎呦，花花，好重，快下来！李师傅，虽然探查无误，但这灵芝实在太过不同寻常了。我曾看过宗门灵芝全鉴，从未见过类似这种形态的灵芝记载。它极有可能是某种极其罕见的高阶灵芝发生了未知变异，其价值无法估量。如今它灵智初开，显露人前，极易引来觊觎。为保万全，我建议您最好与他缔结契约。契约？哦，我知道，就是电视剧里那种修士抓了厉害的灵兽灵植，强行绑在身边当打手当奴隶的那种吧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
冰花虽然是株花，但她是咱家的成员，是家人。家人之间怎么能搞主仆那一套？家人是平等的。李师傅，修仙界的契约并非只有主仆一种，主要分为3种：生死契，这种契约同生共死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；主仆契，主人掌控绝对主导，仆徒生死皆系于主人一念。但是还有一种叫平等契，平等契顾名思义，双方地位平等，互惠互利，结成此契，双方心神相连，可互相感知对方状态，心意相通。战斗中能极大增强配合默契，甚至能共享部分力量或天赋。更重要的是，一旦结契，其他修士便无法再强行契约他，能有效保护他不被心怀叵测之人夺走。若您不愿束缚他，平等契是最佳选择。冰花，你听见小兰说的了？咱爷俩结成那个平等契，以后就是真正的伙伴了，一起进步，谁也欺负不了咱。你愿意不？看在破天的份上，也不是不行啦。好，小兰，快教教爷爷这平等契咋弄。天地为证，吾李卫国今与李冰花缔结平等共生之契，同心同德，互助互补，福祸与共，不离不弃。哈哈哈！炼气4层，好，好，好，果然是互惠互利，痛快！哈哈哈哈！太好了，爷爷又升级了！升级，好，爷爷厉害！孩子们，开工干活，早点收拾干净，咱们早点下馆子去。长生！长生，醒醒，爷爷在这儿，别怕。长生，看着我，别睡。是不是饿了？爷爷去给你弄吃的。爷爷，人好多人，白白的，飘着的，好多人就在那里。爷爷，我怕他们在看我们。小兰，咱们宗门有没有那种专门对付鬼魂的修士，比如和尚、佛修，就是能把这些亡魂送去该去的地方，让他们安息轮回的那种？李师傅，您是说这里聚集了鬼煞，
佛修宗门有，我们也能请到，但是佛修也只能用特殊的佛器或阵法将们暂时收容镇压，消磨他们的煞气，直到他们彻底魂飞魄散，消散于天地际间，根本无法送他们去轮回。镇压？魂飞魄散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这些人生前已经被折磨得够惨了，这比死后还要被惨，惨无人道！不行，肯定还有别的办法。难道就没有那种打开通往地府通道的修士把他们送回去不行吗？李师傅，修士陨落魂本该侵扰鬼生灵，破坏地脉灵气，对宗门只能镇压净化，直至其消散。至于冥界之门，那是传说中只有修为通天彻地，触摸到法则边缘的大能才有可能感应到的存在，寻常修士根本无从寻觅。他娘的，那道士呢？会茅山法术的那种，能开坛做法，召唤阴差鬼使来接引亡魂的有没有？修仙界有精通卜算、观测天机的道门修士，但阳间与冥界界限森严，法则所限，逝者之魂要么归于冥界，要么滞留化沙，被修士诛灭或净化，别无他途。他们和自己一样，都是失去了家的人啊，只不过是自己还活着，而他们已经死了。这个人在活着的时候，也曾是某个孩子的娘亲吧。奶奶去的地方，就是冥界吧？那这些叔叔婶婶、爷爷奶奶呢？他们为什么不能去那里？为什么只能在这里飘荡，最后彻底消失？那我的爹娘也像眼前这些人一样，化作了孤魂野鬼吗？爷爷，长生的眼睛！长生！凡尘之子，汝因何悲泣？因为我很痛苦，因为我看到他们活不成，却要彻底死掉。他们不该消失，我想送他们去该去的地方，可是我做不到。若于汝引渡之能，可送迷途之魂归于冥府。然此能须以汝双足永立尘赤为代价，一生困于阁轮之上，奴可愿？
不可。正所谓天机不可泄露，若强行窥探，逆天而行，恐招致莫测灾厄，折损宗门气运。多谢老祖指点迷津，弟子鲁莽，险些铸成大错。弟子明白了，谷中那一家人非同寻常，你需在暗处多加关注。若遇其艰难，可于适当之时给予微许助力，然切记万不可过于干涉其因果命数，当顺其自然，静观其变。是，弟子谨遵老祖法旨。咋回事？刚才谁扔烟雾弹了？这么大阵仗！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家人？长生啊，刚才那些人还在吗？不在了，爷爷，他们已经被接走了。哦，明白来了，原来刚才那烟雾弹是牛马二位爷放的。好，好啊！上天有好生之德，老天爷，您真是个人善的好天爷呀！不要！李师傅，按宗门规矩，这魔珠本该上交，但您的这株灵植，它情况特殊，在未来的晋升蜕变中，或许正需要这类精纯的魔气作为契机。此物我便私下做主交于您。这些魔珠，您必须立下保证，只能用于滋养这株灵植，绝不可挪作他用，更不可使其落入心怀叵测之人手中。哎呀呀呀，小兰，你这份心意，老李记下了。你放心，老头子我发誓，这些珠子只会进到李冰花的肚子里，绝对不干别的。那个小兰啊，冰花能吐人言和长生招来异象的事儿，你看能不能帮爷爷保密？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啊，爷爷也怕有坏心眼的惦记上他们啊。刘管事，这是怎么了？出啥事儿了？福运他在执法庭的禁室里，当着他娘的面服毒自尽了。宗门说人死债消，不再追究我们家的责任了。唉，真是作孽啊！铁师傅，多谢了，一路小心。小哥辛苦跑一趟，给这3个娃儿买些吃食垫垫肚子。哦，还有这个，也给他烧块肉回来。李师傅，给这灵犬是买蕴含灵气的灵肉，还是寻常肉铺的肉？奶奶，你看那狗那么大个还撒娇，羞羞羞！莫要胡说，这是仙人的灵宠，不是一般的狗，是仙狗，懂不懂？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嘛。给咱的仙狗上灵肉，不能亏待了它。好嘞，去吧去吧，辛苦小哥，多退少补哈。不辛苦，能给李师傅跑腿是小的荣幸。好样的，小同志。师傅，这位病人呼吸困难，2天前曾服下一颗气清心丹，当时缓解了些，可今日又喘不上气了，比之前更甚。把上衣脱了。大老爷们儿磨叽啥？看病要紧，脱。这喘不上气儿，身上起疹子，什么时候开始的？3天前，当时吃了颗清心丹，才缓过劲儿。最近有没有吃过什么以前没吃过的东西？仙师您真是神了，这也能看出来。前几日我姑姑从青阳宗探亲回来，带了些那边的特产，桃花酒和桃花酥。是不是上次发病吃了清心丹后，这2天又忍不住吃了那桃花酥？不是，是的。病因找到了，这是典型的过敏之症。桃花，尤其是花粉，对一些体质特殊的人而言，便是剧毒之物，会引发喉头水肿、皮肤红疹、呼吸困难等症号。大伙儿记住喽，这人吃五谷杂粮，保不齐就对某样东西不服水土，这就叫过敏。要是碰上吃了、碰了或者闻了什么东西，轻的痒得钻心、痒肚子小痛，那10有8九就是缓一缓；重的，像这位小哥这样，喉头肿起来堵住气道的，那是能要人命的，万万耽搁不得。医仙，我来寻掌柜的买几味灵植。哎呦，怠慢了，道友这边请。长生，
小家伙，爷爷一看你就是个机灵鬼。爷爷考考你，树上有3只鸟，爷爷拿弹弓啪打掉1只，你说树上还剩几只鸟？我知道，还剩2个。错了，1只也没了。啊，就是2个嘛。乖乖，剩下那2只听见动静还不早下飞了，哪能傻乎乎等着挨打？好了，抬抬手试试。哎呦，神了，真好了！谢谢仙师，谢谢仙师救命之恩呐！李师傅，您看我那老病根儿啥时候给治治？明天义诊完就给你看。好嘞，一言为定。青羽一起去醉仙楼吃晚饭啊！多谢师傅，弟子得赶紧把今日这个病例和您精妙的治法记录下来，温故知新，方能长进。好，真是好学生啊！这股子钻研劲儿，颇有老李我当年的风采。仙师贵姓？鄙人姓李，木子李。原来是宗门中的李管事，失敬失敬，有失远迎。李管事，恕在下眼拙，敢问您坐下这是何物啊？造型如此别致。这个呀叫3轮车，能拉货能载人，方便得很。最妙的你知道是啥不？哦，最妙的是何物？还请李管事指点。最妙的就是它省零食啊，每次只需往里放5块下品零食，它就能跑得飞快。要是舍得放块中品零食进去，那家伙跑起来比一般的飞剑还快呢。好，果然是好东西。不知这等便捷灵器价值何？李管事可透露一二。管事想要，那你可真是问对人了。不瞒你说，这玩意儿整个修仙界眼下就我老李这儿能弄到。为啥？因为这是一位隐世不出的气道大师，闲来无事做着玩的，人家根本不屑于靠这个赚钱，所以这价钱嘛，这样你给我透个底，你能出到什么价？我豁出这张老脸去，看能不能帮你跟大师谈谈。这5万下品灵石，李管事您看。李管事，主要是此物我等未曾实际用过，不知其功效究竟如何，耐用与否，实在不敢贸然报太高价。嗨，这好办，这样，我把这对车给我们爷几个免单，明儿一早亲自用它去拉是好不好，跑得远不远，装的多不多，等你用过了觉得值，咱们再坐下来好好谈价格，咋样？妙极，李管事果然爽快，就这么定了。您里边雅间请，酒菜管够。大马归来，好酒当真生赤脚，这有那就有起锅烧水，都洗个热水澡，去霉气。自己来到这里这么久了，竟然都没学人家仙人都会的什么清洁衣服的法术，那多方便啊！爷爷还得去趟隔壁，给周管事家的子妖哥哥扎针。你们在家乖乖的。爷爷，您放心去吧，铁柱和长生交给我，保证把他们洗得干干净净。好孩子，交给你，爷爷100个放心。李师傅，我还以为您今天不会过来了。子妖啊，你是不知道，我这一天当夜啊，真是经历曲折凶险啊，简直能写成一本《老李历险记》了。当时那刀离我只有这么一点点，我猛地一闪，就差那么一丝。最后关头，我使出了绝招。然后呢？哎呦喂，别动，针还扎着呢。李师傅，您这一天一夜的经历实在太精彩了，听得我热血沸腾。等我的腿彻底好了，我也要下山去游历四方，希望到时候能像您一样明察秋毫辨真相，机智勇敢斗邪魔。好志气，
记住喽，只要心思摆得正，把老百姓的事儿放在心上，天道自然就站在你这边。出门在外也别怕，咱们上边有人罩着呢。我们的口号就是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。子渊，老李我身无长物，就教你一首能量之歌吧，祝你行走天下，壮胆提气。能量之歌，李师傅，您还通晓音律？莫非您还是一位深藏不露的乐修？算是沾点边吧。音乐也是一种撼动人心的力量，你且听好。听吧，心征程号角吹响，主人目标召唤在前方。纵要强，我们就要担当，战旗上写满铁血荣光。李师傅，我这次下山游历，定要寻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，一同为这修仙界的黎民苍生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，不负这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的誓言。好，你心中的种子既已种下，只需静待花开时节，香满乾坤。马六，开开门！老李，我来啦！媳妇儿，这真不赖我呀，都怪老李。等人走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李大哥，孩子找着了，没事吧？找着了，都好好的。明儿个我请你们两口子去醉仙楼，咱们边吃边细说。这趟过来啊，是想跟你们讨点金块，我想给几个孩子打几个平安扣，图个吉利。哎呦，平安锁好，孩子没事就好。快进来，快进来。老李，给我也打一个呗，瞧着真稀罕人。嘿嘿，加油啊，马六！等你媳妇儿啥时候怀上个大胖小子，甭说一个，爷爷我给你们爷俩一人打一个，管够！借李大哥吉言，我可等着了。我去送送老李。老李，我的好大哥，啥时候有空再给我扎一针啊？真是不够用了呀，兄弟我苦啊！行，马六子，这事儿包在老李身上，明天就给你安排上。你的幸福生活，老李我亲自给你保驾护航。真的，老李，亲哥，你可千万别忘了，明儿个一大早我就下护航你。列队，都站好喽！破天，这锁护你平安，更护你道心。你身负血仇，爷爷知道。有了灵根只是第一步，往后的路道阻且长。你要记住，力量不是用来逞凶斗狠的，是为了守护该守护的人，是为了斩断那不该存在的罪恶。爷爷盼你刻苦修炼，砥砺前行，终有一日雷霆之威，荡涤邪佞。铁柱，咱家铁柱天生神力，筋骨强健，体修一道，勇猛精进，练到极致，便是那顶天地的体修之王。气拔山兮力盖世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爷爷信你，未来定能一拳开山，一脚裂地。这锁住你的勇武，也锁住你的坚韧。长生啊，爷爷知道你心里苦，但这双腿不是你的终点。长生之名岂是虚妄？爷爷定会穷尽毕生所学，遍寻天下灵药，为你治好这双腿。不仅要让你站起来，更要让你健步如飞，与天同寿。这锁住你的安康，锁住你的长生之道。还有咱的破风，你可是咱家的宝贝，爷爷知道你心里惦记着那对小翅膀呢。别急，跟着爷爷好好修炼，爷爷帮你找法子，让你重新长出那威风凛凛的翅膀来。到时候带着爷爷遨游9天。这锁住你的忠诚，也锁住你翱翔9天的梦。冰花，我的好盟友，咱俩要做最佳拍档，配合得当，啥都能干。以后啊，咱们爷俩联手，管他什么龙潭虎奋、仙山魔月，打遍天下无敌手，相同闯他一闯。这锁住你的灵性，也锁住咱们的无敌事业。
时辰到了，带上破天，随我来。孩子，将双手负于窥天石之上，凝神静气，莫要抵抗。雷灵根竟是如此纯粹霸道的变异雷灵根，还有一丝金灵根潜藏其中。李管事，此子天赋实乃老夫生平仅见。按宗门规矩，凭此灵根便能直接进入内门。但是考虑到你的要求，我可以做主，对外宣称这孩子是金灵根。等孩子引气后，先去外门历练，待他成功筑基，即刻升入内门，享受核心弟子资源。宗门会倾力培养。若此子能在100岁之龄结成金丹，本座愿破例收他为关门弟子，亲自教导。哈哈，瞧我这记性，3轮车还在醉仙楼呢。得嘞，孩子们，今儿个咱们发扬艰苦奋斗精神，徒步前进。爷爷，咱们以后都没有3轮车坐了吗？走着去好累啊。乖孙，别泄气，那3轮车只是暂时借给醉仙楼用用，待会儿爷爷就去把它骑回来。咱们破天也得加把劲儿了，等你引气入体，进了外门，就能学御剑飞行了。到时候想去哪儿，还不是嗖的一下就到了？爷爷，等我学会御剑，第一个带你飞。还有铁柱，铁柱，好，都带，都带。老李，城外那实验田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打算什么时候动身？赵管事，万事俱备，就等您一声令下，今日便出发。好，好好干。这差事干好了，不仅是你自己的功劳，更是为了义你孙子的前程铺路。赵管事说的是，您看我现在好歹也是个管事了，手底下成没几得力的人手，带人手按规矩也不是不行。可城外那地方一丝灵气也无，苦寒之地啊，那些杂役们在外头都是些散修，挤破头来咱们宗门做这最底层的活计，图的不就是宗内这点灵气吗？就算我是主管事，在这事上也很难强行指派谁跟你去，强扭的瓜不甜啊。嘿嘿，赵管事，这事儿哪用您操心？杂役处的老梁和赵大牛，他们2个主动请缨，愿意跟我一起去城外开荒。您看，就把这俩人拨给我使唤，行不？行吧，既然是他们自愿的，那你就带着吧。嘿，老李我呀，他娘的果然是个人才，甭管是地球还是异世界，走到哪儿都吃得开。爷爷，您回来啦！今天天热呀，冰花给你降降温，舒不舒服啊？好孩子，真凉快。不过下次不用这么孝顺了啊！再凉快下去，爷爷的脑浆子都要冻成冰渣渣了。好的，爷爷，冰花都听你的，下次不啦。爷爷，你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长生啊，爷爷上午得把之前熬好的那些肥料运到城外去，那玩意儿味道不太好闻，臭烘烘的，就不带你一起了。你是想自个儿在家待着，还是去隔壁你马六叔叔家跟你婶子说说话？爷爷，我在家里就好，您放心去吧。行，那你在家好好的。
冰花，看好家啊，尤其是看好长生，知道吗？不错，这分量够给一亩地好好滋养一番了。马六子，躲那儿干啥呢？跟哥几个一起去城外玩玩呗，开开眼界。呸呸呸！我才不去跟你玩那臭烘烘的零售份呢！老李，你别想忽悠我，你自己玩去吧。我昨天跟你说的事儿别忘了，我等你回来。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同志们，甭管他，咱们走，向着城外的新天地出发。哎，嘿嘿嘿，驾！老李，看见没？那村头第3家就是我家。等忙完这阵儿，一定得来我家坐坐，喝碗粗茶。好，一定去，必须去。听说专门负责管理这些没有灵气的普通田地的据点，管事姓田，是个凡人，但身份却不简单。他是内门物资处某位实权管事的亲外甥。开门！宗门杂役处的李管事到了，速出来迎接。这小子横眉立眼，一脸戾气，一看就不是个善茬。阁下怎么称呼？我是宗门新进的李管事，奉宗门之命，负责城外普通凡田种植灵植的实验项目。宗门划拨给我们的21号试验田在何处？劳烦田庄头带我们过去认地界。哦，李管事，小人姓田，名宝田，承蒙大伙抬举，叫一声田庄头，您的管事令，不知可否让小人开开眼？毕竟这世道不太平，招摇撞骗的邪修枭小太多。田庄头尽职尽责，实乃我辈楷模。哎呀呀，田庄头，这是怎么搞的？这天儿闷热得很，本是想给你推开门通通风透透气儿，真是一不小心力气就使大了些，竟把你给推倒了。真是对不住啊，小老弟。你说你看着身板挺壮实的，怎么下盘这么不稳当？这干起活来不得3步一喘5步一软啊？真是可惜了这副好身板。要我说啊，还得练，下盘功夫得扎稳喽。你给我等着！少废话，管事令牌！看清楚了。黑毛跑哪儿去了？快过来，带这几个人去21号田。对不住了，李管事，本人还有要事在身，没工夫亲自陪你们了，就让底下人带你们过去吧。仙人们，请随我来。就是这儿了，仙人们。老李，这姓田的摆明了是故意刁难咱们。就仗着他舅舅在内门，就能这么无法无天、目中无人了？是啊，李管事，宗门里有背景的人多了去了，也没见过这么嚣张跋扈、鼻孔朝天的。这地能种出个啥来？
事出反常必给的蹊跷，那姓田的态度更蹊跷。这事儿背后肯定有蛊，我得立刻回宗门一趟，非得把这里头的弯弯绕绕打听清楚不可。老梁，你辛苦点，先在这守着这3车肥料，我和大牛立刻赶回宗门讨个说法。李管事，咱们现在去找谁评理？直接去找赵管事吗？自己现在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证明田保田是在刻意刁难，对方索要管事令牌，可以说是例行公事。分配给我偏僻贫瘠的田地，也可以借口是随机分配。无论我是去找自己的顶头上司赵管事，还是去找田保田的顶头上司，对方都能轻易的倒打一耙，说我老李无理取闹，挑肥拣瘦，刚当上管事就嫌东嫌西，摆谱撞墙。这种哑巴亏无处申诉，只能生生咽下。这还真是应了那句老话，阎王好见，小鬼难缠。那个田保田表面上粗鲁蛮横，像个莽夫，但那双3角眼里闪烁的金光和一系列举动，处处透着算计，是个粗中有细的。这绝非临时起意的刁难，而是有备而来，早有预谋。自己和这田保田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甚至今日之前都没见过面，他为何要如此针对自己？利益必定是自己某个举动触及到了对方的利益核心。田保田是个凡人，身份是城外普通凡田的管事，自己若非接了这城外灵芝实验的差事，8竿子都跟他打不着，能有什么直接的利益冲突？不是他，那就是他背后的人。难不成是他那个在内门物资处的舅舅？大牛，你先回灵芝园去仓库再找一辆结实的板车，然后去零售园拉零售粪便。记住，就按我之前教给大家伙的法子，继续沤肥。对了，把马六那小子也叫上，他要是敢推3阻4不去，你就告诉他，他不去，他李爷爷我就不给他扎针了，让他自己掂量着办。是，李管事。哎，这位小仙师劳侠，劳烦您帮我叫一下仓库的周管事出来，就说杂役处的李管事找他有事。等着。李管事，我这阵子忙着清点新入库的一批物资，连家都没顾上回，好久不见你了。你特意来找我，是有什么要紧事吗？没啥大事，就是想找你打听个人。咱们在这儿说话，方便不？周管事，你认不认识一个叫田保田的？他是城外管理宗门普通凡田的管事，听说他有个舅舅也在咱们物资处，你知道他是谁？主要是管哪一块的吗？田保田？哦，
你说他认识？他舅舅是我们物资处必定处的管事，叫田亮平。这评定处就是专门负责采购宗门所需各类物资的部门，他们的人会去查验卖方提供的物资品质、品阶，然后评定等级上报。评定结果出来后，由微长老麾下的弟子负责与卖方对接，支付相应品阶的零食，最后才由我们仓库这边负责收货，入库保存。周管事，假如说我也是评定处的人，我想重宝私囊，捞点油水，通常会怎么做？李管事，你这么问，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情况？还不确定呢，这不就是先来跟你了解了解情况吗？心里好有个底。如果评定故意物资的人，最关键的就是他们给出的评定包等级，那么宗门就要按照上等品或优等品的价格支付零食。那之前有没有人被查出过这种以次充好骗取宗门零食的事情？据我所知是没有的，宗门并没有设立专门审核评定处的机构，他们的评定结果就是最终依据，没人去查过他们。没人查不代表没人做。李师傅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如果真有人胆敢利用职权，用劣质物资骗取宗门零食，这可是严重损害宗门利益的重罪。这人做事确实蹊跷，那田宝田的态度摆明了是故意针对你。一般来说，宗门的奖赏虽没有明确标注是哪块田地，但是为了顺水神情，都会分配到好地方。要说你的灵肥，唯一的作用就是能取代灵土进行灵植的培育。灵土？对，就是灵土。灵土是宗门种植灵植必须采购的重要资源，这采购的差事是不是就是田亮平负责经手？没错，就是他。这就说得通了。你的灵肥实验一旦成功，被证实可以替代灵土在普通凡田种植灵植，那宗门将来对灵土的需求量就会大幅减少，甚至可能不再需要采购。这样一来，田亮平他就没法再从中捞油水了。所以他急了。他指使他的外甥田宝田在城外给我使绊子，故意刁难我，甚至分给我一块偏僻贫瘠的荒地，目的就是阻挠我成功，让我的实验搞不成，保住他这条捞钱的财路。周管事，今天咱们说的这些话，还有我找你打听的事儿，你就当没发生过，千万不能走漏半点风声，以免打草惊蛇。我得想办法跟那个田宝田凑凑近乎，看能不能从他嘴里问出点有用的东西来。李师傅，你可千万要小心行事。那田亮平如今是筑基后期修为，据说离金丹只差临门一脚，宗门高层对他颇为看重，有意将他培养为未来的长老。若是没有铁证如山，仅凭猜测，恐怕根本搬不动他，反而会引火烧身啊。放心，老李我明白，没有实锤的证据，绝不会轻举妄动。这事儿得慢慢来，要么不动，要动就得一击定局，把他的罪行坐实，让他再也翻不了身。老李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老梁，你怎么样？伤着哪儿没有？快坐下，让我看看。老李，我没事，是肥料出事了。什么？肥料怎么了？都怪我大意了，没看住。咱们那3车奥好的肥料全让人给偷走了，连拉肥料的牛车也被小偷给一并拉跑了，连点残渣都没剩下呀！什么？好啊！我本来还想让你们这对旧族多快活几天，等找到证据再收拾你们。